简单介绍一下 AID 这款软件吧。可能大家以前从公众号可能也多多少少了解过或者听说过这款软件。这款软件的话呢，是我们奥雅纳和 PKPM 然后一起联合开发的这么一款软件。然后呢是今年的2月16号发布的。当时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的形式一起发布了这样一款软件。那实际上这款软件的开发实际上大概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我们在22年初就开始初步的接洽，初步的去做这样一款软件了。差不多大概1年的时间吧。今年的2月16号发布的，然后有几个月了吧，可能在咱们国内的这些设计院推广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初有成效的。大家也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软件，也接受了这款软件所带给大家的一个新的或者说智能辅助的这样一个设计的一个新的一个设计的思路、设计的流程吧。这个大家今天都会给大家讲到。那这款软件长得什么样子的呢？它首先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软件，是说另外一个独立的软件不是。它是完全的融合在咱们 PKPM 软件里头去了。这个可以这个一会儿吧，开软件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就有PKPM 主软件里头就有一个智能辅助设计这样一个菜单或者说一个模块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软件，所以它的一些软件操作基本上都和这个PKPM 主软件都是一样的。它的操作选择单元等等的，这个大家可能一会儿会感受得到。这个是软件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界面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么它能干什么事儿呢？从名字来看的话，是一个智能辅助设计的软件。首先它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智能。就说明它比过去的软件更智能化一点了。从它的英文名字叫 AID 也能说明一点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辅助。它实际上它的定位还是一个辅助咱们工程师去做设计的一个角色。我绝不是说它一键就它全都能搞定的。它现在应该说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一个辅助设计的软件。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帮着作为一个小助手吧，帮着咱们大家在平时工作中去调整这个模型。它调整模型的话，肯定是比我们手动去调的话呢，有一些改进的地方了。首先它可能更快，另外它可能调得更好，可能调得更省等等吧。这就是多快好省。大概是这样一个它所能干的一个事儿吧。就是它为什么能干这个事儿，或者它怎么干这个事儿呢？咱们手动调模型，咱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这个咱们从哪几方面要考虑呢？首先，咱们调模型的时候要有一个承载力嘛。首先要承载力要满足这是最基本的。另外的话呢，我承载力满足了，可能有些整体指标不满足那么咱们要去考虑这个整体的一个指标。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除了这个承载力整体指标之外呢，咱们更重要的可能更花时间的吧，可能更是要考虑的这个受力的这个合理性以及这个经济性。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调模型的时候也是要考虑的，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那么实际上这款软件它从功能设计上也是遵循了咱们之前调模型的这样一个特点吧，或者是一个流程吧。首先你起码要满足承载力然后呢，另外的话呢，你可能也要搞定这个指标所以说它的主要功能可能就这2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智能的界面优选的一个功能这个的话呢，就是刚才说的承载力层面的，它能够从承载力层面帮助我们去调整这个模型调整每个构件，从每个构件它都能优选一个合适的一个截面。这个的话呢，接下来会详细去介绍它底层的一些原理以及它的一些操作的流程。那么另外一个刚才说的指标如果说你这个一款软件只能是调承载力，指标搞不定的话呢，可能也不利于它去推广应用所以说指标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国内，咱们这个规范要求非常细每种结构体系你的指标你的限值怎么样都有很明确的要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就更容易让我们的算法来去做一些工作了
它并不是一些模糊的，没有只是一些主观上的那种限制条件的话呢，可能就不利于算法应用。所以说呢，高级指标控制的话呢，就是为了解决从整体指标层面去帮我们把这个模型去调好。大概是这个两个主要功能。当然了，这两个功能里边它都自动就包含了这个经济性、成本的一个控制了，因为它是算法去自动去调的，它肯定在调的过程中它就能够兼顾这个成本和造价。这个接下来会详细的去介绍。那简单总结一下这部分，就是这个软件的一个简单介绍吧。总结一下，首先呢，它是我们奥雅纳和 PicoPM 联合开发的一个模块然后它是一个帮着我们调整模型的一个小助手那么它能够帮我们节省时间，来提高效率，同时呢，也能帮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另外呢，它也能提高我们的综合的一个设计质量。这个综合设计质量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因素了，不光光是说这个一个成本的一个控制了，这个综合的性能，比如说整个力学性能，它在地震下的一些性能、一些指标的表现，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提高。这个前面这几页简单 PPT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款软件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